大家伙什么话也别说，直接先看视频。辛辛苦苦攒了50抽，今天就来试试手气，什么都没抽到。我要充钱，充什么充？现在从这个视频进入的玩家，直接就能成为福利号，只要输入礼包码 VIP666，就能领取1000万金币和钻石。输入礼包码 VIP777，直接获得5星英雄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，输入礼包码 VIP888，直接领取1000连抽。第一次10连抽，必抽限定 SSR，你也快去试试吧！真服了！虽然说大伙对咒术回战有意见，但罪不至此嘛。经典 VIP6667788，经典开局送1000连抽，你广告词有没有点创意啊？游戏的名字叫《临界上线》，不知道的以为是盗版呢。那你懂我的，做游戏的评人，这不得让我进行好好评价一番。开始游戏，这游戏刚刚出多久啊？滚服玩法已经开始了，去最新服玩吧。进来先看 TV 剧，剧情从第1集开始演。来了嘛，非常强壮路人男角色。这就是游戏画面了嘛？虽然没抱太大的期待，但他还是做到了低于我的预期。会议跑过来就喊大象破水秒了咒灵，那这素罗咋登场啊？不知道，反正新闻教程叫我去抽卡，让我猜一下，抽到福黑会是吧？就知道这游戏都给你整一手开局送个固定角色，继续打主线，我一个技能全给秒了，不是剧情呢？怎么就莫名其妙开始疯狂打咒灵了？第1集哪这么多咒灵给你打 ？OK， 打了5关，这游戏才开始继续讲第1集的剧情。虎蛋吃了手指，5条悟登场，随便2三下就打爆了素罗。但你的表现也太弹了吧！戴上眼罩之后，更是左眼到右眼打车20块的程度。那说好的开局送1000连抽呢？我这才抽了1把，还是固定角色的。哦，我看到了，1000连抽免费自选，实地就有30连抽，然后选最满意的10连抽，还行啊。只不过你的抽卡动画从石头里蹦出来就算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射到天上再坠下来呢？有点客情了啊！这还得等级达到14级才能选啊！那我懂了，这所谓的1000连抽，实际上是每到一个等级会出30连抽，然后你抽完再继续升级，升到目标等级选一个10连抽。不过这游戏的等级目标跨度很大，第一次是10级抽14级领，第2次就是14级抽30级领，下一次是什么？30级抽60级领吗？按这样堆叠下去，根本不可能能抽1000次啊！这里可能会有观众说，广告里面不是讲去输礼包码 VIP66788也会送什么1000万钻石、5星英雄，还有1000连抽吗？你想多了，一眼虚假宣传。666是送100钻石，77是一个抽卡券，88是文腿奖励免费升级材料，这缩水直接缩了1000倍，别说1000连抽了，10连抽都没有。而这游戏我刚刚抽卡发现了一个更蠢更白痴的设定，就一般抽卡游戏，你没有10个抽卡券，可能有5个6个这样，你想搞个10连抽，就会问你要不要用钻石换抽卡券补上。这游戏他喵的！居然不能用钻石补抽卡券，你要么死囤钻石到2700去10连抽，要么就死囤10个抽卡券10连抽，反正你没办法钻石和抽卡券配合着抽，那这不是蛋疼吗？硬拖游戏寿命。那先让我玩会儿，看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事儿。OK， 玩了2天啊，我们来说个结论，纯的一坨，逼氪手段过于逆天了。刚不是讲了钻石和抽卡券没办法配合着抽吗？那也有可能会有人说，先养垃圾过主线呗，反正后面你可以靠打资源副本把前期给垃圾的资源补回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游戏的资源副本你一天就只能打1次，后面的几次只能用手弹，就不支持手打。我还是第一次玩到资源副本不能手打，必须用钻石扫弹的游戏。这代游戏都是你点扫弹要钻石，但是你可以硬刚用手打。这游戏干脆把手打的选项去了，你只能用钻石扫弹，所以资源会非常的缺，除非你没事就氪点钻石。但这只是升级资源的副本，你还要养装备、式神、角色星级、技能，而这些资源副本都只能打1次，后面全要钻石扫。那这钻石还存着抽卡呢，根本不可能够用的。那钻石怎么获取呢？跟训练游戏一样打主线获取吗？不，这游戏打主线不爆钻石，只能通过氪金和活动文锤奖励获取钻石，所以钻石巨稀缺。我一个新号，这游戏最近还办活动去玩，第1天也就30连抽就抽不动了，第2天更是抽卡都没法抽。3站里面偶尔会刷用钻石买的抽卡券，但是你刷新50就要用钻石刷3店了，到时候你用钻石买抽卡券没买到10个，钻石也不够10连，你就只能卡着动不了。更别说游戏里的角色升星素材要是同属性同星级的角色，比如说5星的野蔷薇，我身上吃了2个同属性的5星角色升到了红色1星，红色2星，要4个同属性5星角色，抽卡的概率是5%出5星角色，说实话很高。钻石充值力度是经典1:10，2700钻石一次10连抽，我们就说每次都出一个5星角色好吧？但问题是，你得抽出同属性的角色才能升星，就算每次10连都出5星角色，都是同属性的，那你想达到红色2星也要1000块钱，红色3星更是翻倍，4星继续往上翻。
那这个时候又有观众会说，我就补课就把这游戏当单机玩不行吗？算是回顾一下《咒术回战》的剧情。很可惜啊，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。然而游戏主线剧情就是复制的 TV 剧台词，并且疯狂给你塞关卡，差不多打个5、6关才对话一次，又继续打莫名其妙的关卡，敌人乱排版。一开始打咒灵，后面直接咒术师和咒灵一起打，有时候还没事打5条悟，瞎放敌人加数值。我2天打到第5章了，你们猜一下第5章剧情走到哪里了？是把兄弟2人组了，还是说走到七海打真人了？这第5章才走到虎战第2次变树挪，而且这剧情和战斗是各说各的，游戏又没有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玩法，除了打主线就是换了个名字按钮，点进去跟打主线没区别，太敷衍了，所以没办法当成单机游戏玩。去竞技场想都不用想，你就是克劳和托的玩具，只能说当初5条悟没打赢树挪应该是没充钱，这里充钱直接爆杀树挪。对不起，树挪大人，钱充的不够多，没能让你拿出全力。如果要我给这款游戏排个名的话，它在我答辩排行榜中直接飙升到地仙级，属于是答辩中的答辩了。那我想就是本期video全内容啊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给我3关注啊，收听更多搞笑主视频。那这样吧，我是林虎，我们下期见。奥拉星在小学那会儿非常喜欢的一款抓精灵对战游戏，在周围的同学都玩赛尔号的时候，我因为跟不上大伙的进度，所以开始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小学那会儿嘛比较幼稚，就想着玩点别的类似的游戏来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别人玩赛尔号，我就玩龙斗士和奥拉星。龙斗士我的号因为被盗了，这样游戏开始变得非常氪，就没再玩了。奥拉星是什么原因呢？也是被盗了。就玩那会儿真的是究极上古时代，任务刚刚出，任务都没几个，设计师让大伙去领活动送的经验增加器，貌似叫，反正效果是使用后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来的，你打怪会加30%的经验。我就有事没事同学组队一起刷怪聊天，偶尔还遇到什么稀有精灵，玩还挺开心的。我那个号后面是神兽白虎刚刚出来，我用那个瓢虫斗士好像叫，它有个技能跟魔焰星星的绝命火焰一样，有很低的概率秒杀敌人什么的。然后我打了差不多50多次把白虎秒了，我就去搬了狂炫耀，还不跟大伙讲是怎么打过的。那会也是经典，龙斗士奥拉星号到处借，这白虎刚刚到手还没5乐呢，才升到32级这样，号就被盗了。然后小时候那密宝压根记不住啊，那会老气了。你说怎么大伙这么坏呀、搞这种盗号偷东西，坏的要命。不同于龙斗士，我后面还拿表弟号玩一玩，奥拉星我直接没有串销继续玩了，神奇过度了吧？后面就转到龙斗士和什么奥比岛、奥体传说、摩尔庄园啥的，所以奥拉星也是我儿时的一大遗憾。而现在过了差不多10年，我下定决心再次打开奥拉星。不同于龙斗士，奥拉星时至今日依旧在热火朝天的更新中，希望过了这么多年，更新出不少有趣的玩法和机制。这边边怎么都是北少女和帅哥啊？新出了 NPC 嘛？哦，还有剧情啊！我操！白毛黑丝美少女，什么情况？是我开错游戏了吗？反正白毛美少女要我们交出关奇宝石，不然就问斩。我俩好像不是一个世界了。我还没回答呢，这北版美少女就要把我宰了啊！这时一个新的美少女登场，打断了攻击，同时换皮版 NONO 伊乐也来了。OK， 我们以前绝对不长这样，我记得小时候长得很矬的。反正这里我们好像失忆了，今天取名环节，因为童年圆梦嘛，肯定是取我小学那会儿的经典名称 WASADDWASDDA。这逼伊乐还在那说什么？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是 WASADDWASDDA， 说明记忆已经恢复正常，恢复牛魔正常。反正这白马美少女其实是别西博假扮的，那我现在要干嘛？什么时候开始经典水岛我精灵3选1打他？我操！这怎么关奇宝石直接把伊乐变成不同画风的帅哥了？那我自己呢？不能给自己加成啊？ OK， 这就是战斗画面了。这个伊乐偷的背景板冲就给别西博来了一刀999，给他干碎了，然后伊乐就变了回来。你怎么也变了？而且变得完全不一样了，根本看不出来是之前那个美少女的 Q 版。我去，这关奇宝石也变成美少女了，上来就喊我主了。以前的奥拉星可没这待遇啊，换以前人家剧情里面被摁在地上打了，现在开局就说新怒嘛。反正这家拉克斯的新怒已经开始科普世界观了，就是有外来入侵者这样，我们是被选中的英雄来拯救世界。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周围的精灵都开始喊我主人了。刚刚这伊乐还叫我小奥拉呢，现在已经叫我主人了。那这战斗怎么改成这样了？每回合恢复下面的这个能量，使用技能是耗能量，5个能量可以放大招，然后只有1个技能是不耗能量的普通平 A 这样。我去，这打架还带 CG 啊！现在战斗这么炫了吗？而且好像已经不用刷级了，因为会直接送一个满级的经验果实，取而代之的是你需要去养别的东西，像什么装备、魂卡这样。 不是，为什么现在所有的怪都变成人了？以前是那种养宠物嘛，关笼子里面一要打就得给它放出来。现在怎么把美少女关笼子里了？被古罗马斗鸡场了，派出自己的奴隶打架。这什么梦幻之光罗塔莎给我的新奴一巴掌拍死，然后他就也变成我的新奴了。那其实说实话还行啊，比起龙斗士来说小问题少了好多啊，这边看得干净不少。
只不过怎么说呢？就我们是要干嘛呢？现在就摁过新手教程吗？这活动点进去压根打不过啊！那先让我捣鼓一会儿。OK， 捣鼓了1个多小时啊！你们猜一下我现在的画面变成了什么样？ Oh my god, bro. Oh, hell no, man. What the fuck, man? This Get your ass on, boy. You get your goddamn ugly. 我操！怎么能这么脏啊！我都不知道点哪个按钮做什么事情了。这上面这么多按钮，数到一个家会弹个5、6个按钮在里面，然后点开那5、6个按钮的其中之一，里面还有一排选项，然后每个选项里面基本都是氪金按钮。我是在玩奥拉星吗？奥拉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就游戏开始差不多10分钟左右，奥拉星就直接给你塞了近100个按钮，让你挑个最喜欢的按钮充钱。小时候刷级养成、抓稀有基地、凭借自己的理解打赢 BOSS， 这些都没了，直接就变成了你想要这个新出的超级无敌强星怒嘛？点击上方的奴隶市场开始充钱吧。就我捣鼓了这么久，几乎把上面的按钮都按了个遍，还抽到那个什么吉尔伽梅什丹星怒，包括前面剧情出现那个美少女我也拿到了。我就问弹幕，我现在厉不厉害？弹幕跟我说，换几个月前你可能很猛，但现在你打那最新出的星怒掉差不多3滴血左右，因为不是一个时代的。然后我是直接去找攻略，还有虚心请教弹幕大神，这奥拉星现在到底要怎么玩？无论是攻略还是弹幕大神，都给出了2个答案：要么直接开课，要么别玩。因为你想跟进度必须狂充钱，奥拉星现在跟进换代巨快，有多快呢？你这周充钱氪到了最强星怒，还没5任呢，下周马上会出个更牛的星怒，人家摸你一下就碎了。速度膨胀到你根本无法想象，就我现在点小红点免费领的那几个星怒，打个新手教程都费劲，更别说 BOSS 啊！打一个 BOSS 不像以前，你就把他打死就完事儿了。就你养6个克制 BOSS 的精灵针对一下，现在的 BOSS 大部分都要你先打死 BOSS 收集他的星怒，再打 BOSS， 基本就是纯靠数字撵了。游戏剧情方面，说实话，纯的18流小说家写的 CPU 啊，没有任何剧情可言，写的跟我脑内自嗨差不多，整个地图全是氪金按钮，反正哪里有空位哪里塞例会。就玩这1个多小时，已经放弃了开坑奥拉西的决定，根本就不能开坑啊！这游戏太氪了。你说龙豆子还给你干的机会，这游戏直接纯逼氪，不氪完全不能玩。我就没有看到有一篇攻略是说你不氪金能玩的，数字膨胀的太严重了。但是直播间有氪上头的弹幕反驳我说，你要看着攻略氪金，然后看怎么氪可以省钱，省下来的钱可以再等下一个更强星怒出了之后再氪。不是，你不能为了氪金而氪金吧？这星怒0保值，一个精灵花钱氪到手跟一次性用品一样，用几个星期就废了。我跟他氪来干嘛？图什么呢？你说我是奔着这什么星怒例会去的，我为什么不随便找个2游玩？只能说奥拉星圆梦系列已经圆上了，这么多年的心结也解开了。他喵的该被盗了我那号就该被盗，盗我号的同学可能会算命，知道我的命中有这么一劫，会给奥拉星浪费时间，所以为了让我好好读书专心上课，直接狠心把我号给盗了。只能说盗的好啊！然后我玩这奥拉星的途中还发现，奥拉星已经准备开2了。到时候必开坑，我就想看这个奥拉星2是个什么德行。如果要我给奥拉星排个名的话，那奥拉星能在我的答辩排行榜中一跃而上，成为与那小小雨果并肩的天仙级。可能有部分观众认为奥拉星已经足以登上那真神的宝座，但可惜，就算是奥拉星这样的游戏，还是存在一定的玩法和一定的有趣程度。至少还有个你氪金了可以踩平民玩家的头玩，把平民玩家当游戏体验的一部分，所以棋差一招啊。那么我想这周本期是一个球内容啊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给上关注啊，持续更多搞笑吐槽视频。那就这样吧，我是05，我们下期见。火柴人联盟，这是一款大伙可能都玩过、听过，但你现在不说谁都不记得的游戏。玩法非常简单，就是个横版过关游戏。不同的是，里面的角色全是英雄联盟的角色。小学的我最初找到这款游戏的时候，大为震惊，这游戏居然连英雄的名字都不改，直接放进去，难道说是正版吗？更逆天的是，那会我还是下了火柴人联盟的盗版，也就是盗版的盗版。玩了1个多月，游戏就是不更新，而且签到啊、充值啊什么的都没有。那我还装备去跟小学同学说，这个游戏是我做的游戏，我好牛逼。结果第2天，一个小学同学也下了个火柴人联盟，而且还是能更新的版本，比我多英雄玩。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去玩这游戏了。直到最近这几天吧，我偶然就在首页刷到了火柴人联盟的视频，这游戏居然还活着，而且还能出2代。咋回事啊？英雄联盟给授权了吗？还是说今年改了个协议就上架了？我一直听到很多人说这游戏已经变味了，氪的不得了。但你懂我的，我可不是个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，这不得我现在好好品鉴一番。开始游戏。我去，这火柴人联盟是个滚服游戏吗？小月那我太久远了，记不得了。反正咱们去最新的服玩吧。我去，孙悟空 VIP10专属，强大的英雄加高品质装备等于最强王者。哦，进入新手教程了。这都长得像艾克，但拿着个斧头，不会是诺手吧？
还真是，虽然说技能稍微改弱了点，但 Q 是撞斧子 ，W 消一招 E 是拉一下，大招不能直接放啊，要弄去点满才能放。在这之前，你可以跳起来玩诺克刷成小钻头台，爆了一堆装备。这不完全跟小时候不是一种感觉，小时候玩起来很炫酷啊，然后打进来贼好，技能也很帅，现在玩起来怎么一卡一卡的 ？OK， 玩了好几关，注意到主界面了，可以开始签到领奖励。我去，首充6元拿亚索，18块钱拿赵信。68块钱这谁呀？不会是阿罗拉吧？这么与时俱进吗 ？OK， 咱们先把小红点消一下，领个金克斯啊。我金克斯呢？刚才不是送了吗？应用界面咋看不到啊？不管了，先给诺手穿一下装备，升级一下天赋技能。继续打主还能体验一下亚索，这亚索的连招流畅程度，蹦比诺手根本没法比呀。打完立刻就弹了遍手抽，赶紧爬吧。又玩了10几分钟，我开始没办法3星通关了。其实我一直很讨厌那种现实的3星通关，你可以限制我的受击次数或者连击次数，但是现实通关不就是纯逼氪了吗？游戏人也清楚这点，立刻让我出去刷日常了。怎么刷呢？自动战斗呗，没错，这火柴人联盟还有自动战斗的。打完之后送了个卡牌，然后我就出 bug 了，什么都点不动。是不是游戏看弹了这么多充值窗口，我还不充钱，让我赶紧滚，别玩啊！主线类游戏我卖小红点越来越多了。哦，不对，这里是感叹号，这里面能领的东西基本等于没有，只有充值窗口，各种累充礼包和什么活动礼包，文腿奖励还得翻一会儿才能找到。有些窗口就是单纯的亮着，不能消感叹号。哦，这还能打 PVP 啊，打一把看看呗。送的金克斯终于给我看到了 PVP 专属版本的，VIP 2可召唤。你不是送的金克斯吗？怎么还有 VIP 2才能玩啊？那你送我干嘛呢？给我看一眼，然后我会忍不住充 VIP 2吧。我学的金克斯也就1逼卡，不管了，咱们就卡牌和诺手打 PVP 吧。这就是 PVP 了，虽然有预想到，但没有想到会这么一坨，零交互感。你也别想着连段什么的，只要被打3下左右就会虚化无敌一会儿，所以就看谁技能点得快。而且这个 PVP 是有数值加成的，实际上就是纯比数值。我刚好奇的点了一下这什么修罗反产，这是弹3吗？包是弹3啊，648一个弹3，已经不仅限制偷英雄联盟的角色了，什么角色是偷一点吗？有点幽默了。玩了这么一会儿，我感觉是可以开坑玩玩看的。大伙如果想看我上这个游戏的最强玩者，可以30啊，30合金过2万，我开坑玩火柴人联盟2。那不废话啊，我终于是抽够10连之后可以去抽角色了，来一把10连。情喵情女吗？抽到了，我寻思这也没10发。是我背包满了，问我要不要用点券扩充背包，或者充 VIP 拿无限背包。不是你这游戏这么多材料还搞背包限制啊？而且你背包限制会不会来得太早了？这才玩多久就满了？不看那6块钱是不是哪都膈应啊？来试试看奇妙是干嘛的吧。技能看的不像情侣啊，不知道哪扣的角色，也有可能是破天荒的原创了一下，不知道嘞。然后游戏又出 bug 了，怎么都点不动。你最好充值礼包弹出来的时候我也点不动。点进去啊，但我人又动不了。哎呀，这游戏不都什么6周年了吗？怎么还有这么多 bug 啊？随着游戏的进行，这解锁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什么装备、技能、天赋、强化、神器、翅膀都要养。那现在呢，又解锁了个啥？OK， 解锁了超值基金，还有这个长得像恐怖片里面出来的怪物是吧？不是吧？真的就是让我出来氪基金啊！其他东西什么都没解锁，专门安排了个指引，逼着我切出去氪基金，这够可以啊！有这么缺钱吗？然后我在主城挂机看手机的瞬间，我看到了左下角突然有人来打我，不是什么啊？还有个 PVP 模式啊！这个 PVP 是随机给你5个英雄，你选一个和对面打，然后数值差不多的，那肯定是用 VIP 时才能解锁孙悟空啊！这游戏 PVP 怎么没倒计时进去就打？临阵起手直接给我打了一套，不是我在哪儿啊？这哪个是我啊？打人家就变成了巨猿，那我也要变。刚才变就睡了，又开了一把。我发现如果说这上面有孙悟空你不选，那对面选了你就只能挨打。虽然说数值是公平的，但孙悟空的强度好超标啊！这召唤分身没了，给你来一下，你死都要被打出来了。其余时间就在比谁技能点得快，要说有什么技术可言，我个人是看不出来的。现在死神 PK 火野，但是被打脸就会虚化不可选中一会儿，然后没有上下台阶，只有走5步路就到头的地板，并且每个人的技能都带 bug， 放出去就无法被打断，所以就是看谁点技能点得快。就玩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我就感觉到这游戏的确能开坑。看别人玩估计挺有意思的，但自己玩可能很折磨很答辩。
他们要这游戏能做到上面这么多按钮，全是充值按钮，连个正儿八经能干的活动都没有。这什么福利点进去全是充值和累充，合着福利是给游戏谋福利，玩家存 ATM 机。玩法养成很长，我看的是，所以的确能开坑玩。反正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合家过2万，我们就开坑玩这个火柴人联盟，目标就定打到什么最强王者吧。他不是说强大的英雄加高品质装备等于最强王者吗？我们就上一波最强王者。如果要我给这游戏现在排个名的话，应该是排在先天级，虽然的确挺答辩的，但比起排行榜的众仙加盟还是略逊一筹啊，也有可能玩到后面会有所提升也说不定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了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3个做，去一个更搞笑吐槽视频，大家吧，我是李我们下期见。电竞经理这款游戏是好几个月前我就想玩了，但是一直没玩到。就在上一个星期，我终于玩到了这款游戏。当初看那几个主播玩的还挺有趣的，可以自己抽选手组建战队，玩时还能教选手怎么选英雄、怎么打游戏，乍一看还真挺不错的。直到我自己去玩了几天，如果你要我在这几天的游玩中给这款游戏一个评价的话，那就是氪。你想在职业联赛上暴打对手，不需要练习你的什么兵线意识，也不需要练习配合，你只需要准备一个刷卡机，你打比赛的时候开始刷卡就行了。我刷的钱多我就赢，你刷钱多你就赢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从头到来。首先，这游戏是我在今年的4月份左右就开始预约的吧，我记得。然后上个星期有一天早上看掌门的时候，突然开始下载了，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掌门上面下载的游戏一直不成功，一直失败，所以我领不了掌门上的特殊奖励。行，我直接去应用商城下行吧。我刚点进应用商城啊，这 1.8 的评分下面铺天盖地的谩骂声实在是有点劝退。但我可不是那种听信别人说辞来判断一款游戏好坏的玩家，所以我必须亲自品鉴一番。进入游戏就是非常经典的新手教程，经典逼着你点这个按钮，还有这个非常经典的给你2、3个选项，但你只能点一个按钮。英雄的伤害不知道为什么看得很别扭，就12级的左翼可以晕到9级的卡莎，一套下去只打1/5的血。然后我看那11级的剑魔给你3段 Q 吃满也掉不了多少血，完事儿的穷女给你一个 R5个也改变不了战局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那新手教程结束了后会有一个很长的打人机对局，就是让你熟悉一下这个游戏的操作。我一开始还挺认真玩的，就是搬英雄的时候考量了对面选手擅长什么英雄，对面的阵容搭配，再根据我们的选手擅长什么英雄来搭配一个完美的阵容。一开始还真的给我一种我在教人打职业的感觉，在对局中下达指令，选手按照指令行事，然后碾压对手，真的给了我一种职业联赛我来我也行的感觉。只是没打2把我就发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这些选手还有我好像就是个摆设，这些人比起选手来说更加是承载着战斗力的载体。就算你让中单选个加里奥出来对线妖姬，只要战斗力够高，他就是能3级把妖姬打回家，6级约妖姬塔。你让打野选个扎克，他战斗力够高，还能入侵岩雀的野区，然后直接单杀岩雀。反正就是你战斗力够高，你选啥都能赢。不过当你和对面的战斗力差不多的时候，打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我把新手教程打完之后，这盘牌终于不教我玩游戏了。随后我领到了我蛮喜欢的一个选手，一剑领血。我操！冰！我操！冰！然后我再玩了下抽卡，抽到了抖音低，把战队组建完了之后就去打 RNG 了。打战斗力低的对局其实根本没有游戏体验，就实际上你根本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就能赢了。这游戏不是打那种小团战或者大团战的时候镜头会拉大，然后我们可以教职业选手怎么玩游戏吗？实际上这个技能的伤害基本和平 A 差不多啊，没有伤害的。你平 A 打多少血，这个技能就打差不多多少血。然后控制技能虽然说有眩晕，但是你在用技能的时候，其他人的时间是暂停的，他们不会在你控制的时候上来帮你啥的，所以这导致你眩晕完人，你的动画播放完了，他们的眩晕时间基本也就结束了。所以实际上，如果不是你的战斗力和对面的战斗力差不多，你的游戏体验就是你小时候看奥特曼想象出一个游戏手柄，然后操纵奥特曼打怪一样，有你没你都一样。放几个按钮上来，让你感觉你有在玩这个游戏，实际上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就可以了。你的选手会自己把敌人给解决。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设定啊，就算是英雄联盟本体经济差非常多的情况下，比如说对面普遍比你们人多一件装备，一个完美的团战还是可以翻盘的，比如说球女一个 R 中5个，或者什么石头人开到5个人这样。但在这款游戏中是不适用的，可能是为了让充钱人更有游戏体验吧。只要战斗力够高，你技能就算全中了，人家也是基本不扣血的。我是说字面意思。卡牌这波先不要卡牌，先蟑螂人，蹦蹦，哎，怎么才这么点？我以为打挺多伤害的，那怎么这么点？才这么点伤害吗？我操，进！我操！我去，1枪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，连个血皮都没刮掉吗？这么垃圾啊！你就看这一波团战，实际上我就算是战斗力高的那一方，我扔技能也扣不了多少血，敌人就更不用说了，扔技能打我根本就不掉血。但这游戏的平 A 伤害巨高，为了就是让你战斗力低的人没办法靠着技术翻盘，逼着你提高战斗力，而不是游戏技术。那这战斗力设定有多不公平呢？就我中单抖音币选个加里奥有7900战斗力，对面人均1500战斗力，所以抖音币可以玩个加里奥追着5个人推上高地，我都看傻了。
玩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，这游戏连演都不带演，直接比战斗力不打了。你点个按钮，2个战斗力跟他对碰，然后你就打赢了职业联赛，可以非常有电竞精神。不过那种重要的比赛你还是要自己去打，只不过由于我玩到这里已经知道这游戏的尿性了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如果我真的选个什么非常蠢的阵容去打职业，也能赢吗？答案是可以的。就我这把故意选出这种别说职业了，你自己平时打排位看到都想秒的阵容，但我还是赢了。本来想选更蠢的阵容，但这游戏英雄不全，很多英雄没有，可能是选手没精确买了吧，也有可能是后面达到一定等级可以花钱抽英雄。后面玩到1个小时半的时候，我卡关了，打不过了，你怎么操作都没用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。那打不过怎么办呢？要么充钱，要么干。干就是每天上线经典清一下体力，做一下活动和任务。说是清体力，实际上就是在点这个扫弹。完事等级上去了，材料够了，就升级一下自己的选手，战斗力上来了就可以压着对面打了，根本不需要啥技术意识。反正你技能就算打中5个人也没伤害，还是看战斗力加的平 A 伤害打团。这个什么抉择啊？实际上就是稍微高级版的石头剪刀布。为什么说是高级版呢？因为原本的石头剪刀布，你输了就是输了。这个输了可以用战斗力拿剪刀打赢石头，所以选啥都差不多，没啥区别。那这游戏我为什么玩了好几天呢？因为后面你可以拿到 Auto 和 UZI， 这我不可能不拿，对吧？但实际上没啥区别，所有的选手都是看战斗力说话的。你战斗力够高，你出门就比别人多攻击力和血，完事一样的经济，你伤害比别人高1圈。本来这游戏的潜力挺大的，就我前几个月看别的主播玩，还觉得说不定挺好玩的。就不说别的，我认为这是一款主打的选手和职业联赛的游戏，对吧？但游戏内容却是抽卡加石头剪刀布刷，职业联赛没给我感觉到，实际上感觉是在打可以搬英雄的职业大乱斗。选手的特点那是一点都没有啊，谁战斗力高就上谁，变成了游戏的玩法。你喜欢的选手想上场，但是战斗力很低怎么办？简单，充钱变强就可以了。你这样让我们好好了解选手吧。就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故事，为什么没有什么剧情模式啊？就我们可以像玩 Galgame 一样进入选手的人生，然后我们作为选手的经理和选手共患难，了解选手。每个选手打什么比赛，我们都可以在旁边指挥他一下，选手会跟着剧情发展慢慢变强。而氪金部分就是正常的续约选手，比如说这段剧情结束，你想看下一段剧情，你需要跟这位选手续约，同时你也可以退出剧情模式，使用你最喜欢的5位选手和别的玩家 PVP。但是不行，这样就挺好玩的了。太好玩不符合游戏理念，所以你只能继续玩我充钱我打爆你，你不充钱就慢慢点按钮清体力游戏吧。那这就是我玩了几天这游戏对这游戏的看法。后期这游戏还有什么装备和英雄的什么设定，我是玩不到那里了。那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给点3个关注，我还持续更新更多搞笑视频。那就这样吧，我是林虎，我们下期见。敢达争锋对决，当然这游戏在我们这边叫敢达氪金对决，说是不充钱不配开高达。我依稀记得小时候玩过一个叫 SD 敢达的游戏，后面记了，那我的朋友一家父母很开心，还卡个什么输入法 bug 可以让怪动不了，然后游戏不知道干嘛记了，所以出了个新的敢达多人游戏，我还挺在意的。本来是打算第一时间玩，结果刚刚出没几天就有人爆料说一拖死不充钱就挨打，所以提不起兴趣没玩。可惜耐不住大伙一直说要玩，今天终于是克服了心理的困难，打开了这游戏。反正大伙想看我开坑玩这个敢达氪金对决就3连好吧，3连合加过2万就开坑玩。我去，居然不是滚服游戏，让我非常的惊讶。正常这种负面评论比较多的游戏都是滚服的，不过好像里面匹配机制是全服匹配的，所以滚不滚服都一样。3修过新手教程，操作说实话比较复杂，我本来以为会那种无脑冲无脑开枪，结果是要什么飞天、控气、闪避防御什么的，的确是有敢达游戏的样。取个名，大伙都知道我之前是动画区的嘛，那我吐槽过铁血的奥尔芬斯，咱们就完成团长未能完成的梦想，就叫火星之王吧。哎，果然有人取了吗？那2加1字卡呢？这也有人取啊？那改成这个耳就没人取了。开局送了个抽龟霸，一眼答辩机体，然后就叫我们去打个1v1了。打人机没什么好说的，说一下按键，我总是不小心会点到防御，看我一炮轰死这人机。哦，死了之后还能切机甲继续玩啊？哎，这龟霸跟他们的陀螺一样给我抽啊！打完之后领了点东西，叫我去强化高达了。我已经看到这一排什么身心机师部件啥的了，又打了把人机，解锁了机师，送了一发。我操，阿姆罗，一看就是个从小没挨过爸爸打的人。然后多了个机制，就是你的高达配上专属机制可以开觉醒。这不就意味着我得抽好高达的同时还得抽好机师啊，不然少人家个大招。哦，怎么有个人邀请我打2v2啊？打呗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我好像那个原石混入到了未来城市，这打得过吗？开局观望一下，对面7000血，我才1000呐！真的，对面好像挂机了。我来，放心交给我吧，我来处理这个强敌。不是，哥们根本打不动啊！原主机的剑都快干歪了，人家就掉1点血。这就有友杀，我被队友不小心撤了，还要死啊！
终于磨了半天赢了，接下来主线剧情要玩，今天需要你3星通关，条件也是烦人的不行。那先让我玩会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事儿。OK， 刚刚014的小红点还有各种活动任务都去做了，我发现这游戏的票分他们的好几类。光这个抽机体的票就分4类，4个池子，而且能抽牛逼的超限定机体的补票还很难拿，通常都要用点券直接买。我这边活动领了点限定票，限定池子有8耶利，你敢信？120颗保底，这拿下的敌人看到不得立刻投降啊！谁敢违抗拥有8耶利的我？啊！全是碎片啊，还有什么精辟？碎片还只有1个，月敢拿没见过啊？那看着挺牛的，3星的，没有专属机制没事，赶紧让我升个级试一把。我操，这月敢拿的2个技能是要戳招饭的，就是后退加技能和前进加技能是不一样的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月敢拿还真挺厉害的，可以放背后的这个浮游板板去撞人，撞到了就晕，晕了就上去 A， 还可以回收板板冲撞。除了我现在没觉醒外，强度感觉挺高的。又抽了几发，打了剧情，我终于匹配到真人了。之前全在打 AI， 让我打真人试试看我有多牛。不是这月敢拿打不了天上啊，这镜头好难受啊！赶紧给我下来 ，A 不死你！哎呦，没连下 PA 给反打了，咱们猥琐一下躲镜头后面，这个板板可以慢慢磨对面血。我是，哎呀，这始祖机性能也太差了，根本就进不了身啊！而且最具有威胁的大火炮随便就躲开了，还讲速食一搏，直接给你撞死。下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机体，先吃我的板板，别跑！哎呀，卑鄙，怎么回头射了我一下？咱们就卡在这个建筑上，你上来一定路破绽的。呵啊，一套给他打残！我去，这个压起身太猛了！我还获得了什么称号？神威！这么帅气的称号你们有吗？哎呦！根本看不见炮弹了，就给打地上了。他好像不打算近战了，我们也跟他玩远程。哇！我点上去了，这什么激光啊？但他好像完全不会控气，还有防御，随便就给我打爆了。哎，不是，怎么封在我脸上了？别嚣张，打不死你！哎呦，怎么没 A 过他？你还敢来？直接防御住 ，A 你2下，他怎么没倒地啊？给他打死了。没事，我还有原主机。不是，哥们儿在跟我玩躲猫猫呢，这人怎么飞的时候一抖一抖的？手太大了吗？哎呦，赶紧去死吧！好像跟大伙说的不一样啊，感觉还行啊，这游戏不差啊。我们先氪个月卡拿下手冲送的这一杆打，再来一把。为什么对面都是30级的？不是这能打得过吗？明显不一样了，对面这2个技能像是勾挖龙珠游戏里面出来的。不是，这怎么从后面打到我了？妈的，揍不死你！不是我队友的控制我也会吃到吗？不行了，被莫名的 AoE 打死，赶紧过去 A 几刀 ，A 到了！哇，直接爆了！月敢拿刚一上场了，板板攻击！不是他怎么冒金光啊？周围还有虚影，在这里开瞬雨隐杀阵吗？怎么就没血了？他也没血了，你看我揍不揍你？他怎么还会发波啊？不是，怎么机动性差这么多啊？对面冲能冲这么快过来，我这冲的跟乌龟一样。没事，原主机登场了，像你这样的克劳，我修正你啊！怎么上来就没血了？可恶啊！你居然敢打我，快起来呀，干大姆！觉醒！没看到，你居然打了我2次，连我爸爸都没有打过我。直接给人家打烂了，怎么打？这数值根本不是一个水平啊！而且我这边的高达的性能真的比对面低好多啊！特别是这个手冲6元拿的什么 J 敢拿跟大便一样，还不如月敢拿呢，一坨屎啊！后面玩了几把，现在开始匹配到人了，根本打不过啊！不单单是刚刚玩一天技术差人家1截，更是高达也差人家1截。别人高达各种飞天遁地，技能各种 AoE 全图射，我飞2下就动不了了，技能都是慢慢射个小飞棍过去。直播间热心肠的观众还带我去打副本，尼玛被碰到直接就飞跌360度旋转炮弹，躲个小角度射子弹被炮子看到就死。我有觉醒了，是我的雷射啊！受不了了，我就氪了点去抽卡，根本就不出啊！朱家用的高达根本就抽不到。后面观众说可以去拿那个氪了6块钱就能拿到了00强化模组，说前期比较好用，而且可以追平民打的高达。我寻思我不是氪了30-40了吗？怎么没解锁啊？点开一看，原来只计算钻石购买，你得专门去氪个6块钱钻石，真麻了。咱们试一下技能啊，看就会带个无人机自动射对面，还可以让无人机射快一点。那看着的确是比月敢拿强，但感觉没有说强很多啊。无人机可以和自己合体啊，然后这个形态技能就变成了丢了个匕首过去晕人，晕住就 A， 还有红色3倍速形态，我去，这技能直接爆杀我自己的所有机体，看觉醒，这么猛吗？
赶紧让我试一把实弹！匹了半天，终于是匹配到真人了。这对面居然还是什么始祖机，哎呦，老东西早过时啊！上来直接叫无人机无脑轰，被队友 K 头了。没事，还有个人，直接看上红。我去，这个速度还能变中变慢导弹啊！哎，不是队友，能不能不要一直打我啊？到底在干什么啊？上风又好了，又能开了。我去，上来直接导弹轰死一个！你看这个速度，一下就飞到人家脸上了。先吃一个匕首，然后再可以3倍数没了，队友是轻松拿下。哎，充了钱和没充钱根本不是一个游戏呀！他们没充钱的时候走2步路就要歇火了，这充了钱飞这么快啊！然后我又匹配到充钱充的比我多的了，他们的血比我多3倍，碰我2下就死，真服了这游戏。下期视频咱们把这个00强化模组的超限定版本抽到好吧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抽个巴耶利或者满配巴巴托斯。那如果要我给这游戏排个名的话，这游戏只能在我答辩排行榜中排到化境级。很可惜啊，实际上我玩了一下，除了很低氪以外，整体玩法还是有优点的，答辩程度还是比不过众仙家啊。好了，那我想看我继续玩，就3连好吧，3连合家过2万继续更新。那么这是本期的全内容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上方关注，更多搞笑主要视频。那这样吧，我是丁虎，我们下期见。